我和弟弟同时重生回70年代，弟弟却抢先一步娶了村里的破鞋丫头，反而把肤白貌美的女知青让给了我。只因上一世弟弟娶了女知青后，女知青不仅不让他与其亲近，最后还因岳父的经济问题受牵连锒铛入狱，而我却在娶了农村丫头后一飞冲天，短短几年变成了全市首富。于是出狱后弟弟怀恨在心，最终选择用炸药与我同归于尽。此时看着弟弟满脸得意的拉着农村丫头杜梅的手，我便知道弟弟也重生了。可弟弟不知道，表面冰清玉洁的杜梅早就与人私通怀了孩子，并且婚后杜梅仍是不检点，而杜家人怕丢了脸面，硬塞给我50块钱封口费。我也懒得跟别人嚼舌头，一人跑到了县城拼搏事业，终于闯下了偌大的家业，成了远近闻名的首富。怎么样？你看我够意思吧？我自己去当上门女婿，把貌美如花的苏知青留给你，以后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呀。陆天赐得意之色难以抑制，心中暗忖：苏梦楚这个臭婊子，天生的性冷淡，前世摸不给摸碰不给碰，现在就留给你吧。窝囊废配凤凰女，结了。我还真该谢谢你。我不禁的一笑，上门女婿绿帽奴，喜当爹，虎狼救哥，超雄老丈人这么多吧？陆天赐竟然上赶着替自己扛下，还真是自己的好弟弟啊！陆天赐此刻还全然不知，自己选择的竟然是一个更大的火坑，正美滋滋的拉起杜梅的手，满眼的温柔。美美，叔叔在外面肯定等急了，咱们出去跟他们说一声，快把日子给定下来。杜梅娇嗔的应了一声，眉宇之间透着一丝精明，像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成功的诱拐走了一只小绵羊。屋内只剩我和苏梦楚。苏梦楚体态清瘦，美艳中透着清冷。如果说杜梅是村花的话，那么苏梦楚绝对是市花，甚至是省花一级的美人。虽然苏梦楚家里的成分不好，但是她漂亮。每天都有来自各村的汉子往苏梦楚所在知青点跑，吓得苏梦楚不论干什么都不敢一个人。无奈之下，苏梦楚才想出了一个相亲假结婚的办法，躲避那些烂汉子们的纠缠。我不要彩礼，也不要你家置办任何东西，酒席也不用办，我只有2点要求，你要是答应，我就同意跟你结婚。你说说看。结婚之后，我不愿意你就不能碰我。第二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如果我要离婚，你必须同意。我全部答应你。我听完这2个条件，我想也没想便答应下来。对于别人来说，也许这2个条件无法接受，可对于我来说却是毫无影响。毕竟我对苏梦楚没有非分之想，苏梦楚拿我当挡箭牌，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结了婚，我便可以独立，从此摆脱原生这个破烂的家庭。比起上一世的开局，可是强太多了。你真同意？那咱们就立个字据吧。说着，苏梦楚还真的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我。我接过纸笔说道：我也有一个要求。苏梦楚闻言黛眉又是一皱，好似早有预料似的。过分的要求你就不用说了。我自顾自说道：结婚之后你得把家务都担起来，就算是假结婚也得过得像那么回事，要不然我还不如不娶。苏梦楚还以为我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没想到却是这样。好，我也同意。我这才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苏梦楚看得清楚，我的眼神中竟然毫无波动，就好似我在看一根木头，全无半点阴险，竟和他所见过的其他男人都不一样，不禁让他对自己的美貌产生怀疑。这到底是这个家伙有问题，还是我自己的魅力不够？明天上午9点，我在大队部等你，一起开介绍信。说完这句，苏梦楚转身就走。由于女知青过于漂亮，我与她来到大队部开结婚介绍信，不料却被她的几个追求者堵在了门口。你还真敢来！说话之人二龙也认识，正是苏梦楚的追求者刘卫国。为什么不敢来？苏梦楚看着二龙被刘卫国等人围着，并没有半点上前阻拦的意思。他想看看二龙这块挡箭牌是否真的能够帮他挡箭。刘卫国红着眼指着二龙威胁道：我有没有警告你，苏梦楚是我的，你要是敢跟他开介绍信，我今天就废了你。你和他扯证了没有？苏梦楚答应要嫁给你了。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他只是现在还没答应而已，早晚会是我刘卫国的人。今天把话放在这，谁要是敢娶苏梦楚，我就弄死谁。苏梦楚只能是我的，像你这种土狗，你也配娶苏梦楚？刘卫国那模样像是吃定了我一样，眼神中满是狂傲与不屑。我轻哼一声，说得好听，他现在要是敢跟你扯证，你敢娶她吗？刘卫国挤着眉，以为我是在嘲讽他。什么意思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知青在乡下结婚就不能返城？我听杜主任说，你为了这个返城名额跟他争取了很久，他已经把你的名字上报到了公社，估计1周之内你就能接到返城通知。你要是真的为了苏梦楚放弃回城，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找杜主任，你告诉杜主任，你放弃返城名额，我就不跟苏梦楚开介绍信，咋样？你敢吗？我此言一出，四周陷入了短暂的宁静。刘卫国一脸的愕然，他不明白杜主任怎么会把这种事说出去。那几个男知青也是惊愕万分，不少人看刘卫国的眼神都变了，充满了怨毒。刘卫国，你不是说你不想回城，不会跟我们争名额吗？刘哥，你不是说只要我把钱借给你，你就帮我争取名额的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也太实在了，他那是拿你的钱办他自己的事呢。前世我刚入赘杜家，杜大伟就曾亲口说过刘卫东会做人，把回城的名额给了刘卫国，也就差不多3、5天的时间。刘卫国果然接到了回城的通知，连夜开了介绍信，逃离了青山乡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那人反过劲来，当场便质问起了刘卫国。被同伴质问，刘卫国一僵，眼神也有些飘忽。只有在乡下吃过苦的人才知道，回城有多么的难的。假的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这是故意挑拨。刘卫国当即矢口否认着，是真是假？
咱们进去找杜书记当面说，只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放弃返程名额，那就是我诬赖你，你敢说吗？走，咱们一起进大队部。我说完，一点思考的余地都不给刘卫国留，直接拉着他的胳膊就要把他往大队部的院子里走。可刘卫国的双腿就跟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，脸上也终于露出了慌张的神色。走啊，怎么不敢啊？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苏梦楚的事，你少给我瞎扯别的。你说你这个人多不要脸，又要骗兄弟们的回程名额，又要霸占苏知青不让她嫁人，一张嘴两边吃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刘卫国早就已经恼羞成怒，恨不得把我的嘴巴给缝上，当即喊道：哥几个给我干他！我他妈先干你，真他妈拿我们当傻子耍吗？随着一声吼，围着我的一名男知青顿时跳了起来，直接踹在了刘卫国的肚子上。刘卫国不敢进大队部，已经向现场所有的知青们证明了谁在说谎。一个人动手，其他几名知青也纷纷加入。刘卫国瞬间淹没在人潮中，我赶忙让开位置给那伙知青，好让他们有施展的空间。随后对着苏梦楚说：你是想再看会戏，还是跟我进去开介绍信？苏梦楚明亮的眼眸落在我身上，刚刚我仅凭几句话，不仅轻松摆脱了刘卫国那个男馋鬼，甚至还挑拨的那一伙男知青内讧，这让他对我产生了些许的好奇，不由得多打量了我几眼。我也不知道刘卫国为什么会来，这事和我没关系。面对我的目光，苏梦楚竟鬼使神差地解释了一句。可是说完这句话，苏梦楚就有些后悔了，这可不是他的性格。大队部里，陆天赐和杜梅并肩从里面走了出来，脸上那得意的笑就没停下过。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多半又是自己这个继弟在使坏。刘卫国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一副猪头的模样。我回头瞄了一眼，正瞧见刘卫国冲着自己这边过来。我眼珠子一转，当即高声喊道：老弟，谢谢你帮我，这下他以后再也不敢惦记你嫂子了，还是你的计策厉害。我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，让陆天赐有些懵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上前一步，一把握住陆天赐的手。做兄弟在心中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。我和你嫂子先进去开介绍信，晚上回家再说。松开陆天赐，我也不顾苏梦楚反应，直接拉起他的手就快步进了大队部里。这家伙有病吧？陆天赐正要和杜梅走出大院，迎面就瞧见猪头似的刘卫国，正一脸凶悍的在盯着自己。刘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打的眼？刚刚二龙的话，刘卫国听的是一清二楚。昨天夜里，陆天赐冒黑去了知青点，特意将二龙和苏梦楚要扯证的事告诉了他，他这才赶早带人过来堵着。没想到一时大意，他竟着了这对兄弟的头。瞧见陆天赐身边的杜梅，刘卫国心中最后的疑虑也都消失了。名额的事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但杜梅肯定知道。明白了，刘卫国全都明白了。二龙娶苏梦楚以后，就是这陆天赐的嫂子，他们哥俩这是联手祸害他呢。陆天赐，你他妈的敢设计我！回程名额的事败露，自己又挨了一顿打。刘卫国将所有的憋屈全都发泄了出来，冲着毫无防备的陆天赐就是一闷拳，打在了陆天赐的嘴角上。陆天赐倒在地上，略带惊恐地看着刘卫国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你打我干嘛？我去你妈的好心！刘卫国怒极，对着陆天赐又是一脚。杜梅见陆天赐被打，忙喊叫了起来：快来人啊！打人了！杜梅这一喊，刘卫国也不敢再动手。你给我等着！撂下一句狠话，刘卫国扭头就往外跑。二龙拉着苏梦楚躲在大队部屋门里，将外面发生的一切都尽收眼底。苏梦楚全程看着二龙操作，直到此刻才算看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开完了介绍信，二龙和苏梦楚又一起去了公社，在公社的民政局领取到了属于他们的结婚证。有了他，二龙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分家。你东西多不多？我陪你去知青点取一趟。苏梦楚略微沉吟后道：也行，2个人的话搬一趟就够了。二龙扛着苏梦楚铺盖，就这么一步步的往家走着。青山乡最美的苏知青，竟然就这么嫁给了陆家的大小子。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生产队，所有人都堵在了老陆家院门外看热闹。乡亲们得知我娶到了最美知青后，直呼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纷纷高喊让知青与我退婚，只因我家中有偏心的继母和恶毒的弟弟，还有一辈子直不起腰的父亲。美女知青嫁给我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，这次就连弟弟在外被打，继母也要算在我身上。我领着苏梦楚刚进门，继母侯小云如同夜叉一般从房内杀了出来。小畜生，你给我站住！我问你，你弟弟天赐为什么会挨打？他为什么挨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你要不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你就别想走。那刘卫国明明是去堵你的，你怎么一点事没有？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打天赐？肯定是你挑拨的，小畜生，肯定是你！这让外面的人看的那叫一个热闹。这老陆媳妇可真厉害，这新媳妇刚进院，他就给立了个下马威啊！苏知青，你快趁现在还能反悔别嫁了，这可是个大火坑啊！院子外面有人高声呼喊着，嘲笑声不断。笑什么笑？天晴放日头，可把你们给闲着了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，要不然一会老娘一盆泔水泼过去，好好的请你们吃顿酒席。侯小云一手叉腰，一个人的骂声竟赛过了数十人的笑声。侯小云举起手就要打向二龙，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畜生，今天我就好好的管教你！二龙的眼睛瞬间立了起来，一股怒火瞬间从心底爆燃而起。母亲是他心底绝对的禁忌，他不容许任何人折辱他妈妈。下一秒，二龙一个巴掌重重地扇在了侯小云的脸上，打得他大脑一阵宕机，久久没能反应过来。苏梦楚清冷的目光也投在了二龙的身上，嘴角处却是挂着一抹微笑。宕机的侯小云终于恢复了过来，一只手捂着脸颊，满是不可置信。你敢打我？你竟然敢打我！脸已经给过你了，下次你要再敢说我妈，
我就用镰刀把你嘴给豁开。侯小云何尝吃过这样的亏，张牙舞爪的就要和二龙拼命。一旁的陆振东这时也反应了过来，担心再闹下去让人看笑话，从一旁拦住了正在发疯的侯小云。快别闹了，你还嫌咱家今天丢人丢的不够多吗？老瘪犊子，你放开我，我和他拼了！不去理会仍在嘶吼的侯小云，二龙捡起地上的包袱，扭头走进了偏房。苏梦楚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。刚进屋，他黛眉便微微皱了起来。他见过穷的，但却没见过这么穷的。就这屋子，老鼠进来都得忍不住留下点什么再走。望着空荡荡的房子，苏梦楚冷不丁问道：“咱们晚上吃什么？”重生回来，二龙此刻也是两手空空，他挣的钱全都被侯小云给收去了，家里的粮食也都在正房里锁着。刚刚他又打了侯小云，想去正房取点粮食，恐怕也是难了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出去借点粮食。等一下！苏梦楚喊住二龙，随后从自己的口袋里翻出来一沓粮票，还有一些钱。我这还有点粮票和钱，你拿去供销社买点粮食吧。二龙看了看苏梦楚手中的钱，红了眼睛。我长这么大，除了我亲妈，你是第二个给我钱的女人。你别想多了，我只是看你刚才和那边闹的僵才这么做的，这点钱最多也就只够吃1个月的。你要是弄不到粮食，我就只能厚着脸皮回知青点了。你放心，我二龙别的本事不一定有，包你吃喝还是没问题的。要是他还来闹，你就把门给插上，等我回来。然后二龙将苏梦楚手中的钱和粮票一股脑的接在手里，转身向供销社走去。男人家里明明穷的早已没米下锅，但他却将手中的钱跟粮票全部换成了昂贵的芝麻。售货员都嘲笑他是个傻子，却不知道他想用手里芝麻榨成香油，换来更多的粮食。他提着芝麻回到家里，不仅没得到老婆的夸奖，反而遭到了老婆的埋怨。你这是买的什么？这是25斤芝麻，还有一些面粉。苏梦楚的脸上顿时加了几分寒气，有些不可置信道：“我给你钱让你买粮，你却买这么多芝麻，你是咋想的？”看着二龙手中那小小的粮袋，苏梦楚很生气。苏梦楚冷若冰霜的质问，让二龙也有些不悦。你放心，我在干什么自己心里有数，你只管做好你分内的事就行。要是后悔了，我随时可以跟你去办离婚。好，希望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。苏梦楚不再理会二龙，二龙将自己便宜买来的芝麻倒了一小半，在盆里加水清洗，然后将泡好的芝麻放入锅中翻炒，接着用石磨细细研磨。忙活了半天，终于制作出4瓶香油以及1大盆芝麻酱。第二天，二龙背着布袋子走了1个多小时，来到县城第3机床厂的家属区。住在这里的人都是3机床厂的职工，家家都有铁饭碗，条件都不错。二龙走进大院，看到一些衣着不错的人，就会小声的吆喝2句：“换香油嘞，换香油嘞。”这个年代，供销社里每斤香油的售价高达1块5，外加5斤的粮票。如此昂贵的售价让许多人望而却步。过了好久，才有一名男子停下脚步。香油咋换？小瓶的是2两装，2毛钱外加1斤粮票，或者2斤大米加1斤粮票。大瓶的是1斤装翻5倍。这个价格是二龙精心算计好的，比供销社卖的便宜了不少，自己这里也有许多赚头。听见这个换法，那人明显心中一震一抖。你的香油香不香？您就放100个心，咱的香油是纯芝麻做的，保证不添一点假。你先尝尝，要是不香，你可以不换。二龙说着，便从小瓶里倒了几滴给那人品尝。那人舔了舔自己的手指，一股浓厚的香味在舌尖上一散开，还真挺香。我换个小瓶的。那人掏出2毛钱和1张1斤粮票递给了二龙。大哥，我这个瓶子不能给你，我就这么几个，你回家把油倒出来，再把瓶子给我。你这也太麻烦了，我多给你2分钱，这瓶子我要了。那人又抽出1张2分的塞进了二龙手中，也不管二龙同意不同意，随后拿了那瓶香油便走。第3机床厂的人果然还是那么豪气。没用太长时间，剩下的香油很快就也都换了出去。这一趟他总共收入了1块6毛2分钱，外加8斤粮票。这1斤多香油用了5斤芝麻，5斤芝麻的成本是2块钱加5斤粮票。如此一算，光是榨出来的这些香油就快收回成本了，再将剩下的芝麻酱卖掉，这笔生意还是不错的。二龙也不是没有其他赚钱的路子，只是现在他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。毕竟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那些人可都不是摆设。离开3机床厂家属区，到家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。二龙将芝麻酱灌进小瓶子里，1大盆的芝麻酱足足灌了35瓶之多。我用了差不多5斤的芝麻，一共榨了1斤6两的香油和35瓶芝麻酱，这笔买卖收获不错，这可比上一世卖豆腐强多了。二龙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。2天时间里，二龙白天就备上一些芝麻酱和香油去县城里偷着卖，每天都能赚个2、3块钱，日子逐渐平稳下来，不用再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。老太太儿子结婚，可家里却没有一个来贺喜的客人，只因别人家办事他从不参与。现在轮到他们家办事，人家也不来。可是直到此刻也不认为自己身上有毛病，只觉得是那些乡亲们太不讲情分，全都嘎嘣温死的了。这么大个村子，一个讲情分的都没有。陆天赐结婚，整个家里竟然没有一个宾客。陆天赐恨得直咬牙，都是一群势利眼。等我以后成了首富，谁也别想沾我的光。到时候我让他们全都把肠子悔青了。对，儿子你好好努力，等以后你发达了，让他们可劲的羡慕去，到时候气死他们。侯小云也是颇为愤恨地说着。时间来到早上8点钟，迎亲的队伍朝着老陆家赶了过来。陆天赐听见外面的动静，总算是露出了笑容。
在他看来，只要能顺利当上杜家的上门女婿，其他的事都不重要。迎亲队伍进到老陆家院子，就只看到了陆振东和侯小云2个人，顿时有些尴尬。有不少看热闹的乡亲此刻都笑出了声。这老陆家不会是没人吧？孩子结婚连个亲戚朋友都没人过来吗？都说秦桧还有3个朋友呢，老陆家混到这个份上，也真是够可以的了。好人家谁当上门女婿啊？以后自己的儿子跟女方嫁姓，如莫羡人呐！满院子的闲言碎语让陆振东脸上无光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田会计反应快，为了缓解尴尬，当即冲着迎亲队伍里的年轻人们喊道：“准备好红包，咱们去接新郎喽！”结婚迎亲第一个环节就是敲门，可是到了老陆家这边，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堵门。陆天赐一个人坐在家里的炕上，焦急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富贵。侯小云一听到红包2个字，毫无形象的扭头跑进了自家门里，把门堵上。杜梅和几个年轻人来到房门前，敲响了木门。开门啊，我们来接新郎官了，新郎官快开门啊！这伙年轻人一边拍着门一边起着哄，不给红包不给开门，要开门拿大红包来。侯小云的声音从门里面传出来，弄得迎亲的众人面面相觑。朋友堵门的见过，兄弟姐妹堵门的也正常，这老婆婆亲自下场堵门要红包的，这还真是蝎子巴巴毒一份，谁都没见过。杜梅也懵了，扭头看向司仪田会计，给他2个吧。田会计也是被雷的不行，都说这侯小云是个刁妇，没想到他不光刁，做人还这么的不要脸皮。儿子当上门女婿，他都还要亲自堵门要红包，真是古今少有。杜梅拿了2个提前准备的红包，冲着里面喊：“阿姨，你把门开个缝，我把红包给你塞进去，要不然关着门我塞不进去啊。”我开一点缝，你们可别趁机硬闯啊！侯小云还颇为担心，冲着外面喊道。侯小云拿了2个红包，竟然当场就打开了，见里面只有逗孩子的2分钱，顿时就不乐意了。2分钱你们逗小孩玩呢？没有5块钱以上的大红包，你们别想开这个门！门外杜梅听见这个喊话，原本欢笑的脸上顿时有些冷了下来。阿姨，差不多行了，谁家堵门不都是图个乐呵啊？你这张嘴就要5块钱？怎么不行？陆天赐没有弟弟，这个钱就当是压轿子钱了。侯小云依旧不肯让步。陆天赐坐在屋里，听见侯小云的喊话，顿时也有些急了。妈，差不多行了，你给杜梅得罪了以后，我还咋接他们家里？别因为这点小钱耽误了我的大事。妈，这不是也为了你吗？还没去他们家呢，你这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。侯小云抽着脸很是不悦，不过还是听了儿子的话，打开了房门。房门打开，迎亲队伍一窝蜂似的冲进屋子，杜梅也没了笑模样。刚刚侯小云的举动让杜梅感觉自己在小伙伴面前丢了面子，更觉得自己的这个婆婆实在是够掉价的。简单的仪式过后，陆天赐被杜梅牵着返回杜家，另一边二龙背着一些芝麻酱和香油再次来到了现场。这次他没有去卖钱，反而是来到了位于工人体育馆后面的一处棚户区。有人吗？来到土房门前，二龙冲着里面喊了一声：“你是谁啊？你找谁？”一个11、12岁的小男孩举头看着陌生的二龙：“我是你哥哥的朋友，我来找你哥哥。”上一世二龙最初便是跟小男孩的哥哥赵小龙学习的投机倒把，一起卖干豆腐。我哥还没回来，那我就这等等他吧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赵小龙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见到陌生人在自己家里，赵小龙眉头一紧：“你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你，你叫赵小龙，跟马三他们投机倒把，倒腾干豆腐，对不对？”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到底是谁？被二龙点名身份，赵小龙顿时紧张起来。别紧张，我是魏哥的朋友，是他叫我来找你的。我有个买卖缺个帮手，想拉你一起入伙。在来之前，二龙早就已经想好了说辞。上一世他是被赵小龙引入门的，而赵小龙则是被一个叫魏明的人领进门的。赵小龙曾经跟二龙提起过，赵小龙一直很感激这个人。如今二龙说自己是魏哥的朋友，倒最是适合。你还跟马三他们倒腾干豆腐呢？魏哥说过马三那个人太毒，你们给他干事担着风险还赚不到钱，万一哪天被抓了，他连管都不会管。那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这些人里就只有他能弄到干豆腐，离了他我们连干豆腐都没得卖。这个年代物资匮乏，别说工业产品了，就算是一些农副产品都十分稀缺。二龙从袋子里掏出1瓶香油，隔空丢给赵小龙。赵小龙小心翼翼地接住，往瓶子里一看，顿时一惊，是油。豆油是8毛8分钱1斤，而且还限量，油绝对是稀罕物。赵小龙小心打开瓶盖，使劲闻了一下，满腔的香味。这是2两的瓶子，供销社卖3毛钱加1斤粮票，咱们卖2毛加1斤粮票，每卖出1瓶给6分的抽头。还有我手里的芝麻酱也是2两的，卖1毛钱加1斤粮票1瓶，给5分钱的抽头。怎么样？这笔买卖比你倒腾干豆腐强多了吧？经过二龙的计算，5斤芝麻差不多能做出35瓶芝麻酱和8瓶香油。按照这个售价，利润总共4块5毛钱左右，拿出一半给卖货人做抽水，他自己还能剩下一半。那些人有的赚，也才能更加的卖力气。卖1瓶你真给6分的抽水？赵小龙握着香油，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：“我说话算话，你有多少？你能卖多少，我这就有多少。”二龙打开袋子，将里面剩下的瓶子一股脑全拿了出来。这些先留给你，你可以找人试着卖一下，我不出面，把货全都给你，你再找人分销。至于你给别人多少抽水，你自己看着地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找的人一定要牢靠，这一点马三做的就很好，你可以学学他。16瓶芝麻酱，6瓶香油，被二龙一一摆在地上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信你，我是相信魏哥。他说你是一个能靠得住的人，怎么样，干不干？干！赵小龙没做多想，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他是不太相信二龙，但是他相信魏哥，魏哥能把自己介绍给这个人，那么说明这个人也靠得住。况且赵小龙也知道这是一个机会，就算是每瓶他这里只抽1分钱，在货源充足的情况下也够他赚的了，比他倒腾干豆腐不知道要强多少。得了赵小龙的答复，二人又商量了一下细节，比如二龙给赵小龙的送货时间以及地点，赵小龙怎么给他回钱等等这些。离开赵小龙家，二龙直接来到供销社去买芝麻，他先前买的那25斤芝麻已经消耗近半，等赵小龙聚拢完人，销售量必然会暴涨，要赚钱他得做出更多的芝麻酱和香油才行。洞房花烛夜，新郎却被新娘一脚踹到了地上。新郎本以为新娘是紧张怕疼，殊不知是女人怕暴露肚子里的孩子，只因女人未婚先孕，便找了男人当上门女婿，男人却开心的被蒙在鼓里。上来吧。杜梅微微一笑，陆天赐迫不及待的脱衣裳。1分钟后，杜梅皱着眉头一脚踹开了陆天赐。真特么没用！陆天赐被杜梅踹到了被子外面，咬着牙眼含怒意望着杜梅。他居然没有血！陆天赐当然知道这代表着什么，为了荣华富贵，自己当了上门女婿，没成想到头来竟然还是一个二手货。为了荣华富贵，我先忍着，等我有了钱，第一个就甩了你这个臭婊子。第二天，二龙早早的起来，将新做好的芝麻酱和香油装进布袋子里，准备去给赵小龙交货。你在家里注意点，侯小云不是个善茬，她儿子现在嫁出去了，她有精力没出事，说不定会搞什么幺蛾子，你加点小心，没事就把门插上。出门前，二龙便叮嘱苏梦楚在家注意点。二龙上次打了侯小云一巴掌，之后又跟他们母子干了一架。事后这几天虽然平静，但以二龙对侯小云的了解，他不搞点事情出来那才是怪事。二龙走后，苏梦楚便想将家中的脏衣服清洗一下。侯小云瞧见苏梦楚正在洗衣服，眼珠子一转，快速的回到了正房内，很快就抱着一盆子脏衣服出来，丢进了苏梦楚面前的洗脸盆中。苏梦楚黛眉紧皱，看向正在洋洋得意的侯小云，脆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“你公爹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你正好也洗衣服，顺手把这几件也给洗了吧，记得好好搓，别糊弄几下就完事。”侯小云把长辈的姿态端得十足，居高临下的对苏梦楚发号施令：“你拿走，别人的衣服我不洗。”苏梦楚冷眼看着侯小云，心里十分清楚，这侯小云就是在故意找事，但她不是软柿子，可不吃这一套。不想洗也得洗，还反了你呢？你是这家的儿媳妇，不是谁家的大小姐，孝敬公婆那是你应该做的，还没让你干别的呢，就洗几件衣服你还不愿意了？我说了不洗就是不洗，你也别拿长辈那一套来压我，我不怕你。接着两人扯着衣服，顿时叫起了劲。陆家院子里的吵闹声很快就换来了周边邻居看热闹。侯小云扯着衣服和苏梦楚搅了好一会力，愣是没占到什么便宜，破口大骂起来：“你这个小贱蹄子，连你也敢跟我对着干？你爹妈就是这么教养你的，连孝顺公婆都不知道，活该你被下放，还是对你改造的轻了。”苏梦楚最是听不得别人说他家里，直接开口对了回去：“你算什么婆婆？自打我进这个门，你给过我们1粒米，还是给过1勺面？连改口红包也没给过，你凭什么跟我摆婆婆臭架子？再说二龙已经跟你们分家了，你想欺负我，不能够。”苏梦楚抓着衣服的手猛地一扫，侯小云正和他角力，一个不防顿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这一摔虽然没有多疼，可是在这么多人的目光下，却让侯小云觉得自己丢了颜面。侯小云猛地站起身来，一把端起地上的洗脸盆，朝着苏梦楚的脸上就泼了过去。“你个小婊子，还给你厉害上了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个家里谁是天！”二龙从县城回来，一只脚迈进院子里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当即一声暴喝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二龙快速跑到苏梦楚的身前，将其挡在身后，看了一眼地上的衣服，二龙顿时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她是我娶回来的媳妇，跟老陆家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还轮不到你使唤她。你个小畜生，我就使唤她怎么了？我不光使唤她，不听话我还打她呢，怎么的？侯小云歪着脖子撇着嘴，刚刚他那一盆水泼得浑身舒畅，气也顺了，得意的不行。二龙也懒得跟这泼妇讲道理，端着洗脸盆就要去装水，只是二龙刚要走，苏梦楚就抓住了他的手臂：“我去装水泼回去帮你出气。”“不用。”拉住二龙以后，苏梦楚走到墙根处，双手抱起一块大青石，足有足球那么大，这东西要是砸在人身上，绝对会骨断筋折。见苏梦楚抱起石头朝这边走来，侯小云有些慌了，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。“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”他不敢想象，万一这块石头砸在他身上会是个什么后果。侯小云跑开，苏梦楚抱着石头朝着正房走去。来到厨房里，苏梦楚举起大青石，朝着灶台上的大铁锅底就砸了下去。咔嚓一声，大铁锅瞬间被青石砸穿，苏梦楚把正房的锅给砸漏了。侯小云听见声音跑到门前一看，顿时气得直拍大腿，扯着嗓子嚎了起来：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没法活了！你怎么把我的锅给砸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苏梦楚可不是好欺负的，下次你再来招惹我，我就把你家炕都给刨了。”苏梦楚砸完锅后，大步流星走出了厨房，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走回了偏房内。侯小云在苏梦楚这里吃了土，在院子里嚎啕大哭。二龙见状，那是要多舒坦有多舒坦，随后也回到了偏房内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东升村也渐渐的归于平静。